这个女人在男人面前脱掉她的裙子，居然露出了机械身体。男人脱掉手套，伸出手指跟她触摸，但奇怪的是，她的身体竟然没有过敏。原来男人得了一种罕见怪病，只要一接触人类，他的皮肤会发生严重溃烂，左脸瞬间浮肿一片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幸运的是，这种病并不会传染。男人叫小金，是一个亿万富翁，一人独享整个豪宅。可30岁的大男人竟然连女人的手都没碰过，他非常孤独，唯一的愿望就是跟女人谈一场恋爱。而他的主治医生告诉他，这种病无法治疗，除非遇到一个喜欢你的女人。他还送给小金一个手表，它可以根据脉搏测量体温的变化，从而显示小金的过敏数值。然而就在这天，小金又意外收到一个 U 盘，他打开电脑查看，一位博士在介绍他的安卓机器人。这款机器可以做饭，可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最重要的是触摸不会过敏，但唯一的缺陷就是不会跟他生孩子。按照合约上显示，只要1000亿，小金就能拥有它。对于这种智能机器，小金抱着好奇心来到博士的废弃工厂，随后在机器狗的引导下，见到了矗立中央的女性机器人。 김민규의장님이신가요？ 看着酷似人类的女性机器，小金被吓傻了。他认为这根本不是机器人，于是跟他保持距离。可机器人为了让小金相信，直接脱掉了她的裙子。只见她全身赤裸，露出一副机械身体。小金非常好奇，用3节棒敲打她的身体。在确认是机器人后，他摘掉手套，尝试用手跟她触摸。没想到她的身体除了兴奋，皮肤没有一丝过敏。有了这款机器，他不再寂寞，于是立刻跟博士签了合同。为了早点体验，他要求明天就把机器送到家，如果不按时交换，博士将会赔偿违约金。很快，团队为机器更换电池，而成员把一个易拉罐扔在半空，导致易拉罐的一滴液体直接进入机器的核心内部，机器瞬间冒起黑烟。电池损坏怎么办？明天送不到机器人，博士将会承受天价的违约金。为了这件事，博士非常苦恼。这时他拿出前女友的照片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于是他给前女友打了电话。随后智雅跟他碰面，博士拿出1000万说明情况，让他假扮机器人3小时，这些钱就归智雅。刚开始智雅直接拒绝，但为了生活，智雅还是勉强答应了博士。很快他来到实验室，当博士的成员看到智雅后，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这位更是一绝。 우리 아직 깨어났나? 이 가슴이 왜 이렇게 커졌노? 이게 배터리가 부풀었나 이거? 걱정하지 마라. 原来这款智能机器人是按照智雅的模型制造而成，这下有救了。为了不让它露出破绽，他们教智雅学习机器人走路，学习机器人服务的姿势，甚至为它量身定做了一件跟机器人一样的盔甲。更重要的是，戴上这款隐形眼镜，可以回答主人所遇到的各种问题。一切完事后，他们站在一起，根本分不清到底谁是机器人。到了第2天，他们如约把智雅送到小金家里，但意外又出现了。就在几天前，小金发生一场意外事故，恰好跟智雅见过一面，但小金对他并没有印象，单纯的他以为是机器故障，于是给博士打了电话，而博士却说机器人还在测试阶段，现在表现的是一种朋友模式，它的颈部有电源开关，只需重启就能正常运作。小金信以为真，伸出手按下了开关。 사랑합니다, 주인님。 第1关打招呼，智雅轻松通过。为了验证她是智能机器人，小金开始测试她的智商。结果博士的实验室突然断电，彻底跟智雅失去了联系。此刻他只能临场发挥。面对小金的测试，智雅不知所措。接下来解开平板上的微积分，然后乘以水果的个数，用4舍5入法得到密码。打开这个箱子，再把里面的鸡蛋取出来。可智雅的智商只有90，情急之下，智雅对着箱子举起拳头。 他成功将鸡蛋取出，小金彻底懵了。随后小金再次出题，让他10秒之内把鸡蛋剥皮。还没等他说完，智雅就把鸡蛋包好了。小金从未见过这么聪明的机器人，同时也对智雅产生了怀疑。他觉得胸部比之前大，难道是电池膨胀的原因？于是他伸手想要检查。然而在关键时刻，实验室的电源修好了，团队赶紧查看智雅的情况。视频中显示，智雅在对着小金破口大骂。当博士看到这一幕，吓得瘫倒在地，而同事也彻底傻眼了。小金委屈地给博士打电话，但让人意外的是，他竟然觉得智雅骂得很爽，因为他从未体验过这种爽快的感觉。智雅认为这人就是个傻子。到了第2天，小金在吃药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药片卡在了喉咙里，小金痛苦地倒在地上。当智雅发现不对时，接下来的操作让小金至今难忘。当智雅发现时，急忙向小金跑去，然后在他的后背用力一拍，药物吐出救下了小金。看着眼前的机器人女友，小金非常惊讶，没想到她有自动救主的能力，而且她的手跟智雅接触，并没有出现任何过敏症状。很快维修时间到了，智雅回到了实验室，但教授对她的表现非常生气，结果他把智雅气走了。但下一秒教授就后悔了，因为在不久前，他的机器人意外烧毁零件，维修需要1个月，可小金等不了这么长时间，于是让他们把实验室搬到小金家里，而且必须在1天之内修好机器人
送到他的身边。博士为此非常苦恼，没办法，他只好厚着脸皮再次求助智雅。智雅想到博士的1000万，直接答应了他，但要求只为他假扮1个星期。随后他们收拾行李，开车来到了小金的豪宅。在管家的带领下，团队搬进一间废弃的仓库。当管家走后，一个黑袋子突然倒地，原来智雅被他们装在袋子里，以此骗过了小金。很快到了服务主人的时间。 사랑합니다, 주인님. 무엇을 원하시나요? 小金为了报答智雅救命之恩，打算在他的大脑里存储他和智雅在一起的时光。到了第2天，团队吃了昨天过期的咖喱，都在不停的闹肚子。博士十分担心智雅，因为他也吃了2包咖喱。果不其然，智雅跟博士担心的一样，肚子突然一阵翻涌。俗话说憋尿可行千里，拉稀寸步难行。可他现在是假扮机器人的身份，而机器人是不可能上厕所的。为了不被小金发现，智雅强忍着肚子一步步蠕动，最终他还是爆发了。 小金听到屁声有些怀疑，智雅灵机一动， 주인님, 방귀 끼셨어요. 而且这种屁不是寻常的味道，估计主人得换一件内裤。单纯的小金信以为真，赶紧走进了卧室，而智雅趁这个机会飞奔跑向了厕所。她长舒一口气，1个字：痛快。可就在这时，小金听到厕所有冲水声，于是他推门而入。他们四目相对，智雅赶紧假装机器人，并回答自己在打扫厕所。起初小金并没有怀疑，但看到智雅拿着价值100万的香水去喷厕所，小金非常惊讶，甚至他还看到了智雅流出的汗水，这让他更加确信眼前的机器人是真的有问题。 핑계고 아무것智雅见状纵身一跃，在潜意识下放弃了主人，却救下了价值100万的香水，而她的身体重重砸在了小金身上。这一砸可想而知，不久前智雅的身体被博士安装了一套金属合金的盔甲。此时小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他痛苦地嘶吼着。当博士看到这一幕，彻底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智雅有盔甲，小金完全相信她是机器人了。而接下来的相处中，小金对智雅非常满意，甚至对机器人产生了感情。但很快意外再次发生，智雅在打扫卫生时不小心用吸尘器破坏了小金堆积的卡片城堡。当小金看到后，愤怒值瞬间拉满，这下彻底完蛋。但智雅灵机一动，赶紧说自己电量不足，然后进入休眠模式。此时的小金上气不接下气，只能把气撒在教授身上。他严重怀疑这个机器人女友是不是有精神病。好在教授的一番解释下，小金决定再试用机器人1礼拜。到了第2天，智雅为昨天的事跟主人不停的道歉，而小金看着破坏的卡片城堡，他想起了过去，小时候他很孤独，没事就堆积卡片城堡，可这一堆就花了15年的时间，现在被智雅破坏，心里非常伤心。他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智雅，并让智雅帮他存储。就在这时，小金接到助理的电话，要求见面。智雅负责端茶倒水，可这个助理并不是别人，而是他的哥哥。不知所措的智雅只能侧过身体为哥哥送茶，结果哥哥被吓了一跳。就这样，智雅披头散发，以贞子的身份骗过了哥哥。晚上，小金无法入睡，因为他得知自己10年未见的初恋马上回国。第2天，初恋来到了小金家里，小金告诉智雅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千万不要露面。随后他会见了初恋，可初恋直接挑明，这次回来就要嫁给小金。接着，初恋缓缓靠近，直接拉住了小金的手，小金瞬间全身过敏，呼吸困难。他强忍着痛苦回到卧室，开始寻找他的药剂。当智雅看到小金的皮肤后，彻底被吓傻了。但幸运的是，他买的这款机器人女友能在关键时刻救他一命。醒来后的小金非常高兴，决定将智雅升级为小可爱。可他并不知道，眼前的机器人其实是个真人。晚上，智雅和团队在实验室对小金说3道4。这时，小金找了过来，他躲在门外偷偷听着。就在他入门时，博士提前开门走了出来。小金直接挑明要进去见机器人智雅3号，但遭到博士的拒绝，甚至还威胁小金，如果非要见机器人，他们明天只能离开这里。小金一听博士要走，只好忍气吞声的离开了。第2天，智雅继续伪装机器人见了小金，他从快递里取出一个项链，小金让智雅帮他戴上。佩戴过程中，智雅听到小金说了一句，以后遇到喜欢的女孩，就用这条项链跟她求婚。吃饭时，小金把小时候一个人生活的经历告诉智雅，智雅非常同情小金，并搭着他的肩膀进行鼓励。小金瞬间产生一种感觉，他站起来摸着智雅的头，又拉着她的手。但奇怪的是，小金居然没有皮肤过敏。看着眼前这个机器人，他竟然想献出自己的初吻。但在关键时刻，小金想起他只是一个机器人，自己怎么可能对机器人产生感情？随后，他带着智雅去见初恋，本来打算用项链跟初恋求婚，但见到初恋就后悔了，因为他对小金特意准备的热可可都不屑一顾，甚至还嘲讽小金幼稚。最终，小金拒绝向他求婚，可初恋并不在乎，直接跟小金握手之后离开了。很快，小金又开始过敏，但这次他放弃了注射药剂，还想把项链扔进大海。
好在智雅及时阻止了他，因为这个项链是他妈妈的遗物。小金失望地坐在椅子上痛哭。这时天空下起了雨，智雅赶紧拿出雨伞帮他遮雨。当按下按钮后，雨伞瞬间变得透明。然而更神奇的事发生了，小金在接触过智雅后，在没有注射药剂的情况下，过敏症状竟然自动恢复。而且在回家的时候，他不小心撞到一个园丁。奇怪的是，他的皮肤也没有过敏。小金非常震惊，为了再次验证自己，他带着智雅走进熙攘的人群中。这也是他第一次逛街。当路人触到他时，小金立刻查看手表，果然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于是他拉着智雅的手大胆逛街，但不知什么时候，小金竟然跟智雅走散了。此时他的过敏症状再次袭来，他呼吸困难，神情异常紧张。小金赶紧给医生打了电话，可一切都晚了。这时智雅再次出现，小金低头查看手表，他的过敏症状渐渐消失。这一刻他终于明白，属于他的药只有智雅一人。小金热泪盈眶地向智雅走去，他拥抱了智雅，甚至亲吻了她的额头。在场的观众为他们鼓掌庆祝，希望他们在一起。这时博士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上去就给了小金一拳，因为他是智雅的前男友，同时也是机器人的发明者。面对双方二人的争夺，智雅只好装作没电来应付。由于博士吃醋，他愤怒地将智雅送回家，还告诉他，从今天起智雅不用代替机器人了。回到实验室后，团队看了亲吻智雅的影像，都感到很气愤，于是他们决定带着机器人离开小金家里。临走时，博士把离开的事告诉小金，小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突然离开，而博士给出的答案却是小金故意骚扰智能机器人。可到了第二天，智雅又假扮机器人找到了小金。当智雅得知要离开小金后，他立刻给小金出了一个主意，就是给团队做一顿美餐。可团队吃了小金做的饭后，还是执意要走。为了说服博士留下来，小金直接接触了博士的手，很快他的皮肤严重过敏。当博士看到这一幕，彻底傻眼了。但小金即使这样，博士还是开车走了。此时的小金非常失落，车上博士五味杂粮，再次想起小金的病情。小金告诉他，只有机器人才能治疗他的过敏，如果没有他自己会抑郁终身。可博士心里清楚，能够治疗小金的并不是机器人，而是他的前女友。经过一番的思想斗争后，最终博士想通了，他决定掉头回到小金的家里。在进去之时，博士跟智雅说道， 고민 좀 하고 대답하지. 처음인 거 알아? 当小金看到博士返回，心里高兴到极点。随后他们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，博士会按照合同继续在小金家里完成测试，而对智雅的失而复得，小金特别高兴，还特意为智雅准备了一间名为小可爱的卧室，甚至还要求智雅换一套衣服，这样出门不会丢小金的脸。很快智雅换好衣服走了出来，当小金看到后，瞬间惊呆了。看着如此漂亮温柔的机器人，小金被一股热流充满全身，他缓缓走向智雅。 키스하고 싶어. 此时的智雅不知所措，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一切。然而下一秒， 리엘이라. 原来他想跟初恋接吻，甚至让智雅教他如何接吻，可智雅也不会。为了帮助她，智雅把闺蜜叫到了别墅里，由闺蜜亲自调教小金。但按照闺蜜的课程，首先得把智雅作为联系的对象，然后拉着智雅在花园散步，再由闺蜜的一个神助攻故意碰倒智雅。小金下意识地抱住智雅，看着近在咫尺的脸，小金产生了一种心动的感觉。有了这种感觉，他带着智雅一起跟初恋约会，但博士不放心智雅，非要跟着他们一起去。就这样，小金和初恋约会，而智雅和博士在前面走着。就在这时，一场大雨即将来袭，初恋突然接了个电话离开了。小金第一次约会失败，他非常失望。这边博士去买雨伞，留智雅一人站在雨里。当小金看到后，打着雨伞走到智雅身边，他按下雨伞的开关，想要和智雅一起分享浪漫的雨。这时一个路人撞到了智雅，小金赶紧抱着她，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智雅竟然亲吻了小金。 내 생애 처음 만난 입술이 로봇이라니? 回到别墅里，小金非常苦恼，为什么他的初吻会被一个机器人夺走？到了第二天，智雅再次见到了小金。由于昨天亲吻的事，小金显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他要求智雅把亲吻的事删除，可智雅装傻充愣，说昨天什么都没发生。小金非常愤怒，为了惩罚智雅3号，小金居然让智雅擦玻璃。当博士看到后，心疼的上前质问小金，为什么让最先进的机器人擦玻璃？而他的这一番话，瞬间引起小金的怀疑。晚上，小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于是偷偷来到实验室，他唤醒了正在充电的智雅。 어서 오세요, 김민규 의장님. 可听到智雅机械的回应，小金非常疑惑，这明显是2个智雅3号，他感觉眼前的智雅是如此的陌生。第二天，智雅照常来上班，但他也感觉到小金对自己疏远了很多，而且黑着脸带他去商场购物，买完东西又带他去了餐厅。可智雅却被安排在另一张桌前，原来小金带着他是为了跟初恋约会，他还跟初恋提出订婚的要求。当智雅听到后非常失落，随后他伤心的回到实验室。博士看到后，一气之下找小金理论，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智雅。 可小金却毫不在意，甚至说道：“他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罢了。”回到别墅里，小金准备删除他们的记忆。然而在重置之前，他还有一句重要的话要说。
最终他按下了重置按钮，可他并不知道重置的只是机器人的记忆，而眼前的其实是个真人。晚上智雅回到卧室，躺在床上大声哭泣，她哭了整整1晚上，结果脱水住进了医院。出院后智雅找了一份兼职工作，这时小金开车路过这里，可他被人群挡住视线，并没有看到智雅。而博士为了让小金忘记智雅，准备给智雅3号换脸。得知消息的小金来到实验室，急忙阻止了博士。小金非常后悔重置了机器人记忆，没有智雅3号的陪伴，他吃不下饭，晚上也睡不着。于是小金决定重新唤醒智雅的记忆，但博士说不管你做什么，也不可能变回以前的智雅3号。可小金偏不信，他把智雅3号带回别墅，然后带他一起经历那些场景，本想找回之前的感觉，但无论他怎么做，智雅3号始终机械式的回答。小金这才知道，这并不是他想要的智雅。而真正的智雅由于分别的悲伤，决定去奶奶家住一段时间。但好巧不巧，小金也乘坐这趟列车出去散心，而且就在他的对面。当小金看到智雅后惊呆了，为什么他的模样跟智雅3号如此相似？而智雅为了不让小金看出破绽，只好装作不认识他。火车上，小金给博士打了电话，他想知道现实中有没有像智雅3号一样的人。博士猜到小金见到了智雅，于是直接告诉他，现实中是不可能的。为了验证自己的好奇心，小金一路跟着智雅去了老家。在观察智雅1天后，他假扮客人走进智雅奶奶的民宿里。当智雅看到后，惊慌失措，不知该如何应付。于是他赶紧求助博士。当博士看到智雅的短信后，赶紧和同事开车前往智雅的老家。一路上他嘱咐智雅，千万不要在小金面前做智雅3号的习惯性动作，一旦被他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小金来到这就不想走了，甚至准备在这常住下去。晚上智雅要去仓库搬东西，奶奶大晚上不放心孙女，于是要求小金帮智雅一把。这种好事小金非常乐意，随后跟智雅进了仓库。可外面的工人却不知里面有人，结果把他们锁进了仓库里。但博士嘱咐过智雅不要做出机器人习惯性的表情，智雅只能忍痛告诉小金，他是人不是机器，以后不要纠缠他了。而小金也爽快地告诉他，过了今晚就要离开。就这样，智雅靠着小金度过一个夜晚，直到第二天，工人来仓库搬货发现了他们。可小金只相信自己的直觉，于是趁智雅不注意，又一路跟踪智雅来到海边。当智雅发现后，随即转身，却不小心暴露了脖子上的项链。小金彻底震惊了，为什么他送给机器人的项链会在这个女人身上？见事情暴露，智雅把一切都告给了小金。知道真相的小金瞬间崩溃，他的过敏症状再次袭来，而且这次非常严重，直接倒地不起。智雅慌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时博士赶到了这里，看着倒地的小金，他冲过去拿出药剂给小金注射，然后呼叫了救护车。但救护车不是去医院，而是去了小金家里。在主治医生的抢救下，小金的病情在渐渐恢复。可在他昏迷时，却梦到和智雅相处的点点滴滴，于是他的心电指数突然飙升。医生见状，赶紧给他注射药物，小金才恢复正常。当他醒来后，撑着虚弱的身子走到客厅，智雅想要扶他一把，却遭到小金无情的拒绝，因为他欺骗了小金。而小金的助理也因为智雅向他递了一份辞职报告。当小金看到辞职信后，这才知道助理竟然是智雅的哥哥。一气之下，他把助理赶出了别墅。到了第二天，智雅拦住主治医生的车，他哭着请求医生怎样才能帮助小金恢复健康。可医生却说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之前过敏消失是你创造的，现在只能靠你自己。有了医生的提示，智雅决定照顾小金生活起居，于是她跟嫂子学习做饭，一大早就把饭菜送到了小金家里。可小金看到后，直接把智雅亲手做的饭菜无情地倒进了垃圾桶，还命令管家将智雅赶出了别墅。但智雅并没有放弃，依旧起早贪黑给小金准备1日3餐。可小金认为他是个骗子，这次直接打翻了智雅的饭菜。临走时，智雅告诉小金，不管你对我咋样，我都会一如既往的给你送饭。早上，智雅把饭菜装进盒子，准备骑着电动车去往别墅。但在去的路上，几个小孩突然跑到路中央，智雅为了躲避孩子，导致电动车倒地，饭菜也打翻了，因此他耽误了送饭时间。而小金等了1天，也不见智雅的身影，这让他更加确定智雅谎话连篇，就是个大骗子。直到晚上，智雅带着伤给小金送来盒饭，可小金却大发雷霆。 네가 어떻게 나한테 이럴 수 있냐고! 내 인생에서 영원히 꺼져버려! 伤心的智雅只能对小金说着对不起。随后，她离开了小金的别墅。第二天，智雅的闺蜜找到小金，她将智雅去澳洲的事告诉了小金，并提醒她不要等失去才学会珍惜。也许闺蜜的一番话触动了小金，于是，在智雅临走之际，她赶紧见了智雅，而智雅也终于释怀。她讲出了所有关于假扮机器人的事情。当小金听完后，才发现智雅假扮的机器人是这么的漏洞百出。就这样，一切误会全部解开。小金忍不住想亲吻智雅，但突然停了下来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过敏症状是给不了智雅幸福的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。这时，智雅连忙喊住了他。 너 거기서 내 평생 받고 싶던 사랑을 준 사람 나한텐 그게 너야. 听完这些话，小金走过去亲吻了智雅，从此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而故事也到此结束。